昨天晚上，我就在新米纳斯的沃尔玛停车场过了一夜。新米纳斯这个小镇没有什么特别之处，这就是沃尔玛的停车场。新米纳斯这个小镇没有什么特别之处，它是位于小镇 Wolfville 和我接下来去的小镇 Countyville 的中心的位置。这个小镇的发展呢，就是因为有一条101的高速穿过这里呢，这里经过几十年的发展，就变成了一个零售的中心。Wolfville 和 Countyville 这几个小镇，都会到这里来购物。这几个小镇呢，如果没有标记显示的话，你根本就看不出来小镇的界限在哪。它们都是连成一片。这几个小镇单独来看呢，人口都差不多，但是加在一起，人口呢就有数万人之多。它这个小镇能够发展，也是得益于它这个位置位于的中心位置。因为这小镇特别新，没有什么可看的地方，因此就不在这个小镇停留了。接下来我要去 Countyville 这个小镇去看一看。在行驶了几公里之后，就来到了 Countyville 这个小镇。其实这个小镇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，这个小镇也是一个农业社区的小镇。但为什么要来这个小镇呢？据说是北美最富裕的一个农业社区的小镇。我就是想看看这个社区富裕的程度。这个社区从事农业，就是一个种植苹果的行业。过去的一个教堂，现在辟为一个图书馆了。这个教堂是1914年建成的。这是小镇的一个主要的街道，这是小镇的一个酒铺。这个小镇成立的非常的晚，也就是几十年的时间。这个主要街道的建筑呢，普遍是在上个世纪中期。这是这个小镇的地标性建筑，小镇这个中心位置还弄了一个钟。这有一个博物馆，这个博物馆以前的建筑呢是一个小学，后来就辟为介绍周边的一些情况的一个博物馆。现在开门，我们进去看一看。这个博物馆是介绍从 Wolf 到 Countyville， 以及再往南边走到Greenwood 这一段呢，都属于新英格兰种植者。它是随着英国军队将阿卡迪亚人驱逐这一片区域之后，成为这一带的主人，都是英国的后裔，从事着种植业。现在这一带的种植业是以种植苹果为主。不过从这个居民住宅来看呢，确实还算不错。感觉这个小镇的生活还是非常的舒适，适合养老。现在来到一个叫做 Kingston 的一个小的村庄。这个村庄呢和 Greenwood 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双子城挨着。但是这个村庄呢和 Greenwood 中间隔着有一个加拿大军队的一个基地。
这个基地有个博物馆，准备过去看一看。这就是平森这个小镇的一个主要街道，一看就这个小村庄是非常的小。好了，现在就去加拿大军队的那个博物馆。我就来到了这个古人物的一个航空的博物馆。这个博物馆和安省的 Triton 博物馆呢有一些个不同，面积没有那个大。然后我们现在就进到里面去看一看。这个博物馆应该是早晨10点到下午4点。我斯科莎这个古人物的这个地方呢，它有一个加拿大的空军基地。这个基地成立于2战期间，是为了培训飞行员而设置的。因为这个地方呢，露天呢是非常的少，便于飞行员的培训，而且这个地方也远离战场。直到今天，这里依然是加拿大军队的一个基地。这里与安省的 Triton 那个基地呢还不太一样，它这个博物馆内部介绍的还是非常的详细，与飞行员使用的装备以及飞行员的生存都是有关系的。Triton 那个主要展示了飞机的设备，以及讲述的哈拉法克斯的轰炸机的机型的一个战斗的失事的事情。这个博物馆的面积呢，相对来讲比较小，展示的机型也没有那么多，但是它博物馆内部展示的东西还是非常丰富的，这里还是值得一看的。这个博物馆是免费的，虽然说这个空军的博物馆是免费的，但是还是非常值得一看的。尤其博物馆的内部展示的一些东西呢，是在安省的 Triton 那个博物馆是没有的，还是非常值得一看。这里在外面展示的飞机并不多，面积也不大，大部分都是在古人物的这个空军基地服役的，退役后呢就安排在这里，作为一个历史的一个见证，供人们参观。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下次见。